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武当山南岩宫景区这里啊，可以看到我身后雪花飘飘。这个景区今天下午我们就在这里逛啊，因为我是在这边住宿，所以今天单独逛一下这个，然后明天就可以逛看其他的，这样就节省时间。这个可以说就是雪松嘛，看看，看到没有？哇，漂亮！那边是块什么碑？看不到。武当山，往前走，这是一个步栈道，太美了这边。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啊！哇，好，今天运气太好，来的还是挺及时的。它这个武当山景区太多了，很多这种我们说的殿堂、殿宇一样的。哎呦，哇，好滑这边！你看那里有一个，然后那边也有一个，真的是琼楼玉宇啊！可以看到这个山崖全是白茫茫的一片，眼睛看到的比视频看到的还更美、更壮观。这是去南岩的路上啊，南岩宫的路上。看看下面全是雪，有一点啊，身上走起来有点暖和，但是耳朵非常冻啊，所以我把帽子戴上了，太冻得耳朵疼。其实身上现在很暖和，很暖和，我都想把这个羽绒服脱掉。现在已经走在悬崖峭壁上了。可以看到，已经是悬崖峭壁。这里就是南岩宫景区这一块啊，一个宫殿，两个宫殿，下面就是我们说的千丈的悬崖深渊。这个漂亮吧？哇，如果站在那个上面，跟站在云霄当中感觉是一样的，不过可能上不去。听到无人机飞了，等一下我也飞一下。这个地方适合无人机飞的。这里就是南岩宫，南岩宫是武当山36崖中最美的一岩，因为岩石向南而故名南岩宫。它这个地方南岩宫啊，是构造在绝壁上面，历经700年仍然保存完好的南崖石殿，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啊！这个传说也是真武大帝得道飞仙的圣地，就是南岩宫。按照资料记载，据《太和山志》记载，唐宋的时候就有道士在此修炼，元代道士在此创建道观，明朝永乐11年重建，当时皇帝御赐大圣南宫，嘉庆31年扩建到460间，现在遗存的建筑大概是6万多平方米，建筑面积3539平方米。像这个地方有很多精妙的景点、精妙的地方，像悬崖峭壁上有桃木剑，还有龙头香，等一下我们再详细介绍。我们经常说北京故宫，沙漠中的故宫，那这个地方叫什么呢？悬崖峭壁上的故宫。我们现在整个看到的都是在悬崖峭壁上砸出来的建造的一个宫殿，它这个叫做石殿呢，用石头做的，所以才能保存这么久。据记载，当时在唐朝8仙之一的吕洞宾啊，就在南岩修道，至今这个地方还留了他一首诗。在道经的故事中，武当山主神玄武大神呢，就是玄武大帝是在南岩宫得道升仙的，所以呢，玄武大帝就在南岩修建了一座道宫，但这个都是一个传说啊。当时在这个地方修建殿是非常困难的，我们刚才说的，在宋朝的时候修，但是宋朝可能修了一部分，没有完全修成，所以南岩宫就是这么由来的。但是不管怎么说啊，在那个时候上千年前，这个地方修建一样这样的宫殿是非常了不起的，都是老百姓用我们说的铁锤人工去把它弄起来的。整个南岩宫的建筑布局是武当山中9宫中最灵活、最严谨。所以古代的建设者确实了不起，因为当时建造这个宫殿的时候，基本上是不能改变山的布局的，就是我们不能说挖山，只能在原地上建筑。所以呢，很多建筑是层次感的，很多东西是从山下运过来的，所以了不起。